怎么样？别紧张，这种手术我们做过几千次了，从来就没出现过问题。我知道，可是还是有点紧张。那你就想着呀，一觉醒来自己就变得美美的，迎接你的将是全新的生活。哎，就不紧张了吧？行，准备麻醉了，你好好睡一觉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既然他和向医生能够聊得来，那倒不如借这个机会，放下对你的执念。高医生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继续。看诊。你好好的看什么诊啊你？你不是喜欢成熟点的吗？给我调一下。宁文璇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等会儿上了麻醉，你想后悔都来不及了。那你可不可以不喜欢成熟点的？考虑一下我啊。开始吧。高医生，高医生，高医生，您没事吧？继续。其实你这下巴长得不错，我不建议你动下巴。真的吗？高医生，你人可真好，不像别的医院的医生，净劝我动这动那儿的，只想着挣钱。应该的，我们整形医生的信念就是为了让人变得更美，不是为了赚钱。高医生，啊？我知道了，你先过去吧。啊，那个方案大概就这样，你先回去考虑一下，要是决定好了再过来签约。我现在就决定好了，就按照高医生你的想法来吧，我信你。啊，那行，那我让他们准备一下合同，你稍等一会儿。高医生怎么还不来啊？马上就过来了，别着急啊。我能不着急吗？我没事的。怎么回事？啊，高医生，怎么回事？高医生，你看我这怎么往外渗黄水？是不是手术出什么问题了？哦，不会不会，这种手术我们做了几千次了，从来没出现过问题。哎，对对对，你别担心，我先帮你检查一下哈。来，来。怎么了？出什么问题了？你说话呀，高医生，你说话呀！你先别激动，你先别激动，你再这么激动，小心等会伤口崩开了。这样，我先帮你检查一下啊，把他送到检查室。好，没事啊，我来帮你，小心。不是没事吧？别担心，没事的，你放心吧。来，穿好鞋。你领带怎么脏了？姐姐来，我给你洗洗吧。不用，回去我自己洗。拆纱布吧。我的胸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？高医生，高医生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这样？高医生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
我找主任商量一下。好。乳头乳晕位置发脓，有液体渗出，表皮脱落，病人却不疼不痒，很明显是神经反应出了问题。高人，你怎么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啊？对不起，主任，是我一时恍惚，但现在也不是没有挽回的余地。我建议尽快手术取出假体。单纯的取出假体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，我们需要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。先给他消炎。可是他现在情况不太妙啊，还是尽快取出假体比较好吧？就算取出假体，也得等消了炎之后再做吧。再说，你现在不能确定就是假体引发的病变。先按我说的做吧，事后我们再看看情况。好吧。你看你都滴出来了，别动。我自己来吧。宁教授，我们怎么了？你们俩在那傻站着干什么？我们刚把这周的病例报告送去主任办公室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不是说好一起去图书馆吗？我给学校打过电话了，说现在就过去。嗯，好。出去等你。好。这个是今晚病人的处方，你们今晚值班的时候留意一下这个病人的状态。你刚才看见了吧？舒医生怎么能这样？他明明知道宁教授有女朋友的。我早就听说舒医生喜欢咱们教授，其实从他每天缠着教授做课题，我就觉得不对劲儿。他怎么能这样？要不是咱进来的早，那不就亲上了？你小点声，我要不要给你接个喇叭来？你说这件事要不要告诉师母啊？你缺心眼儿啊！这事儿你告诉他，不是让他俩分手吗？那可是没有可是，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师母知道。不让我知道什么？师母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俩说什么呢？什么不让我知道？是另外一个师母，是我们大学导师的老婆，对吧，林雅？对对，是刘教授的老婆。哎，对对对，不是宁教授。刘教授的老婆。刘教授想给师母办一个生日惊喜，让我们都去，但是绝对不能让师母知道这件事。那你们刘教授还挺浪漫，挺浪漫的。宁教授呢？哦，舒大夫跟宁教授刚走，你没碰到他们呀？他们去哪儿了？图书馆，现在估计应该在停车场，你要追还来得及。你干嘛呀？你真傻假傻呀！你现在告诉他，万一他撞见舒大夫再做点什么怎么办？哦，人已经走了。之前不是说好去你家吗？怎么去学校图书馆了？你们家书房岂不是更适合交谈？图书馆的文献比较多，而且比较方便，还有我们家猫怕生。我看不是你们家猫怕生吧？哎，等等，我有东西要送给你。
这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太好的？咱俩的关系难道都不能送你一份礼物吗？那谢谢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忙都没有时间换领带了。我不着急。你看你们男人就是那么不讲究，一会儿到学校要是碰见熟人了怎么办？来，我给你换上吧。我来。哎，我自己来就好，我自己来。你跟我还这么见外啊？明薇姐，丁丁，你别误会，放开我！丁丁，你真的别误会，我只是在帮他换下领带。他领带都脏了好几天了，所以才帮他换个新的。你自己不会换吗？他没时间换，那也用不着你给他换。高医生，我这真的没事吗？你先安心配合我们治疗，你这有点术后感染，把炎症消下去，应该就没什么事儿了。那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啊，消炎嘛，还是需要一个过程。不行，你得给我个确切的时间。哎，这个真没法保证，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，有的人需要1、2天，有的人需要好几天呢。那我这种情况普遍吗？啊？这个，哎，对了，高医生，那个36号床的病人要出院了，需要您过去签个字。啊，好，我现在就去，你别多想，好好休息啊。哎，高医生，那你先休息啊。好。高医生，那个36号床的病人要过2天才出院，我看刚才的情形，所以……谢谢啊。那高医生，于佳丽就这么治疗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应该是吧。高医生，啊，让那个等着签约的女顾客来找我吧。他跑了。跑了？对，就刚刚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非要走。我让他再等一等，说你马上就好了。他说不等了，不签了，就跑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什么呀？世系的事，我经纪人说他已经打电话跟你说过了。可能是我忘了吧。你是忘了，还是你根本就不想告诉我？我就是不想告诉你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害怕你离开我。自从丁丁离开我以后，我的世界一片混乱。直到你再次来到我的身边，我才重新找到了平衡。所以我特别害怕失去你。我不想我的世界再乱。再说，你不是说过你不喜欢再拍戏了吗？我去不去，那是我自己的事情。但是你不告诉我，就是对我的欺骗。陈雪，我以为你经历过这些，你已经可以成长起来，没想到你还是这么自私。子欣，你知道吗，陈雪？我已经为了你，我推过一次。如果你告诉我，我也会为你推第2次的。子欣，你什么时候可以学会，眼里不再只有你自己啊？丁丁，丁丁，把门开开！
丁丁，把门开开。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你干嘛？哎，这失恋3大禁忌：找前任、喝酒、唱悲伤情歌。你倒是3样占了2样啊！你才失恋了。哎呀，你看你这样子，没有失恋胜似失恋。真叫你说准了。房东又招新房客了，我庆祝我有新室友还不行吗？哎呀，不就是换个领带吗？至于吗？现在是换个领带，那下次要换衣服呢？他为什么不拒绝？改变了你眼中的我。小声点，小声一点，到家，别扰民啊！嘘。丁丁，哎，你一声，来。哎呦，谢天！今天麻烦你了啊！没有，他交给你啊，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先撤了啊！啊，拜。小围巾，小夏。哎，等一下。来。你是热吗？拧围巾，我在。不许戴，不许戴他的领带。不戴。高医生，早上好。高医生，我正找你呢。于家里情况不太好，正哭闹呢。你快点把我纱布拆开，我要看看还有没有在流脓。昨天才刚给你清理过，现在还不能拆纱布，一不小心会再次感染的。你拆不拆？不能拆。你不拆，我自己拆。哎，不要！哎，怎么回事？高医生，他非要拆开纱布看有没有流脓。哎呀，不可以拆。送他去检查室吧。好，那你跟我来吧，慢点儿。昨天你吐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打电话给小雪了。早餐做好了。我先去医院，想你。
以后买领带的事儿就交给你喽。想得美。喂，你醒了？正准备吃宁医生做的爱心早餐。那你还是先吃完吧，我怕你一会儿恶心到什么都吃不下了。什么意思？你看看穆一寻微博就知道了。我是一个猫奴，那这次的小脏猫的灵感呢，来自于我以前领养的一只小流浪猫，但是这一次显然是一个有预谋性的抹黑行动。那始作俑者呢，是一个我工作室最近开除的一个小员工。主任，于佳丽现在部分的乳房组织已经坏死，我准备马上手术。你再耽误下去，她整个胸部都会坏掉。你一直是我最信任的王牌医师，怎么会出那么大的岔子？对不起，主任，这次事故我负全责。不过现在救人要紧，我先去准备手术。高医生，你还好吧？没事儿，继续。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阿姨，你女儿一会儿就出来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阿姨，我跟您说个事儿，您做好心理准备。什么事儿啊？你说呀。是这样，于佳丽的部分乳房组织已经坏死了，所以我们手术的时候切除了坏死的部分，所以她现在的乳房，她乳房怎么了？可能不太完整。什么？这次您的设计作品《小脏猫》获得了评委会的大奖，您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创作过程吗？首先呢，我要感谢评委对我的认可。我是一个猫奴，那这次的小脏猫的灵感呢，来自于我以前领养的一只小流浪猫。那我想要通过这个作品呢，让更多的人了解跟认识这些在街头上流浪的小动物。其实它们跟我们在家养的宠物是一样的，只是缺少了一个家。能够看出来穆老师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，但近期呢，网上出现了一些您抄袭的言论，您一直没有做回应，您是否愿意借这个机会来澄清一下呢？其实呢，这些年对我抹黑的言论不少，但是我始终相信呢，清者自清，所以不愿意多做解释。但是这一次显然是一个有预谋性的抹黑行动，那始作俑者呢，是一个我工作室最近开除的一个小员工。我想他是心存报复吧，但谣言止于智者，我相信大家对我自有公断。这次您的作品《小脏猫》获得了评委会的大奖，我们也相信这可以让谣言不攻自破了。最后，您对有志从事设计行业的年轻人有什么期望呢？作品即人品，那成功没有捷径可走，只有踏踏实实的创作下去。这个穆一寻啊，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居然能说出这种话！那些评委也真是，怎么能让他得奖呢？哼，肯定是花钱买的。哎，不知道丁丁姐知道这个事儿没有？丁丁姐，丁丁姐，穆一寻他，我看到了，想不到他这么无耻。我已经联系其他人了，一定要跟穆一寻斗争到底。好。他谁？说是来找你的，来好一会儿了。你好。你好。我们认识吗？应该算认识吧。喵。您是白茶老师？怎么不像吗？
白茶老师的标配不应该是条纹 T 恤和短裤吗？我比漫画里的少年帅是不争的事实，你们也看到了。所以少年是少年，我是我。漫画里的少年虽然没有眼睛，但是看上去就是暖男，你也是吗？对，这点我们很相似。漫画里的少年四季都穿着同一件衣服，像个傻子一样。所以你是少年吗？这个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我们聊点正事吧。啊，你先坐。走。你们是在回我女儿啊？现在我女儿躺在那儿一声不吭，我害怕她想不开呀。你们现在好好说说，这个事情怎么解决？于妈妈，你们的心情我十分理解。这件事情责任确实是在我们一定不会推脱，该负的责任我们会负起来。您看看，我们现在有个解决方案，你要不要听一下？你说。继续把于佳丽交给我们治疗，我们保证一定帮她把胸部恢复到和以前一样。哼，保证恢复到以前一样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把女儿再放在你们这里的。那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呢？转院治疗，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。赔偿自然是应该的，您希望我们赔多少钱？500万。这500万确实有点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。500万你嫌多啊？我女儿的一生啊！啊，你们把她的身子给毁了，她以后怎么嫁人啊？我跟你们说，500万我都嫌少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不好好的解决，我就跟你们打官司，我们就告你们。哼，我把你们这个医院搞得身败名裂，我看你们还怎么经营。您先消消气儿。这次手术的失败，主要是我的问题，跟医院没有关系。要赔偿，也是我个人赔偿给您。但是500万确实是太多了，您就是现在把我卖了，我也拿不出这些钱。其实真要闹上法庭，周期长不说，还有可能对您女儿造成2次伤害，它不一定是好事儿。啊，当然，是我的责任，我一定负责，但也恳请您考虑一下我的实际情况。行，那你们说，赔偿多少合适？200万。200万，确实太少了。但是看在你们诚心诚意道歉的份上，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的份上，我跟我女儿商量商量，有了答复，我再告诉你们。好，啊，慢走啊。你真要给他200万？嗯。你怎么想的？就像他说的，我可能毁了人家女儿的一生，付出这点代价，也是我应得的。可你哪来这200万？啊？你既然是医院的一员，这事情不可能由你一个人来承担。但是如果让医院承担大部分，对其他的医生也不公平。所以，这大头的部分，还得由你一个人来承担。另外，医院会为他做免费的胸部再造手术，我们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没事儿，实在不行，我就买房子。您真的要跟我合作？当然，我很喜欢你的小围巾，也相信你的实力。祝我们合作愉快。我实在太开心了，我做梦都想着这一天。过2天我会让人把合同发给你，到时候我们详聊。好。那我先走了。我送您。哦，对了，穆一寻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跟朋友聊过了，他们帮我准备了一些关于他抄袭的证据。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扳倒他，不会再让这个家伙耀武扬威。太好了，有你们出手，一定比我们有说服力。
您喜欢可以带走。哦，不用，我家里有。拜拜。白茶老师，您慢走啊。丁丁姐，你真厉害，居然能得到白茶的赏识。是啊，我做梦都没想到，竟然要跟偶像合作。对了，白茶是怎么找到你的？对啊，他是怎么找到我的？谢谢谢谢，这次确实弄得挺大，连我的偶像白茶都转发了。是吗？哈，看来白茶还是挺有眼光的。不过，你真的是很棒的设计师，不光有想法，人品还爆棚。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和你合作。好啊，能问下你是设计什么的吗？等合作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先不说了，回见。竟然是他！高医生，我准备去给他做个检查，一起吗？不了。夏医生，麻烦你跟他说一声，我想亲口跟他道个歉。恢复的怎么样？别着急啊，这个东西呢得慢慢恢复，不要心急。高医生，他想见你，当面道个歉。我不见他。那你好好休息啊。他不敢见你。这个就是于佳丽之前的病历档案，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补救啊？可以做一个胸部再造手术，有把握可以处理好吗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好，那这个案子就转交给你了。我会一直跟进的，一定要注意后续感染的问题。那高医生他，你觉得他现在这个状态还能做手术吗？还有人会请他做手术吗？主任，怎么了？那我就先出去了。啊。有事吗？主任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故都是我的问题，我愿意接受医院的任何处罚。你呢，压力别太大。我想过，你先回家休个假，医院会做一个后期调查，等到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弄清楚了，我再安排。可是我别可是了，这个案子我已经转给向医生了，你一会儿去跟他交接一下，就先回去吧。还有，你手头上其他的案例也先收一下尾，回去好好调整一下。医院对你还是有信心的。好。高医生，医生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很正常的。你要好好休息一下，想开一点。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尽管告诉我。向医生，我是不是还挺失败的？你指哪方面？各个方面。
今天可能要爽约了，医院出了点事儿，得加班。建议你去看看高医生。来喝杯咖啡。我懂了，我挺好的，真的，不需要你，还有你那位向医生的同情。谢谢你的咖啡，还有司康饼。这些天我就要带人过来看房子了，
您这边应该方便吧？啊，我急等着钱用，所以明白。我这边一有消息就通知您。哦，对了，如果确定好了买家，恐怕您又得搬家了，所以我建议您提前物色好住的地方。我们这边呢有几套不错的房源，您要不要看看？不用了，有需要我再找你们。好，那高先生，我先走了。什么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他怎么没和我说啊？他也没和我说，我还是听向医生说的。那个哥，你还是放不下他？不是放不下，就是……好了，这件事交给我吧。消失在人海，谁该被责怪？多无奈，笑着流泪 ，Say goodbye。无奈现实，若是非，太多诺言被搁浅。你要的未来，我怎么给？心疼你受委屈，空流泪，无人安慰。关于你的你怎么？全过问是非，只能假装骗了心，不闻不问，可以转身泪。你怎么来了？手机没人接，家里也没人，我就知道你到这儿来了。哎，你把房子卖了？快了，哎，过2天就搬家了。钱凑够了吗？哎，差不多了吧，加上买车的。我不告诉你们，就是怕你们牵扯进来。我能想。现在住的地方找好了吗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，不行，先住酒店呗。要不去我那儿住吧？算了，毕竟小璇现在……放心，你看我现在不是没事吗？但是你看我有手有脚啊，对吧？放心，我自己能行。别撑着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。好，好。哎，对了，别告诉依然，我怕他担心。嗯。还有，我没事啊。用力的开枪。如此一往。哥，你昨天晚上好像回来的很晚啊。
高人虽然比较消沉，但是还没崩溃，应该没什么大碍。我不是问这个。不过如果他真的把房子卖了，他就真的没地方住了。你放弃他了吗？他现在对于我，就只是我哥的好哥们儿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你要是真能放手，那还挺好，开始一段新恋情也没什么不可以的。说什么呢？我听说向医生啊，哥，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，你还是关心关心嫂子吧。你把人家逼成女超人，可就不要你了。丁丁又怎么了？我正要去看他呢。还不是那个穆一寻把丁丁姐的版权偷走了，愣说是自己的，还发售周边。丁丁姐去找他理论，还被羞辱了。哎，你先听我说完。丁丁姐已经找了好几个被他坑过的人，现在正要联名揭发他呢。这事啊，应该快结束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才告诉我呀？还不是因为你太忙了，丁丁姐不让说嘛。结果你可倒好，不关心就罢了，还整天和舒依然腻腻歪歪的。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怎么瞎说了？你还是想想怎么哄好。一般
这个角落没有人，我就会坐在这儿。坐那么偏，是怕别人打扰你吗？也不是，觉得这个位子很安静，适合睡觉。你占了一个图书馆的位子，就为了睡觉？是啊，我们那时候宿舍太吵了，只有图书馆最安静，特别适合睡觉。学霸的世界我不懂。说一声好。你好，薇姐，你怎么也没告诉我滴滴也要过来？正好他去找我，我就一起来了，不打扰你们吧？不打扰，只不过我就买了2杯咖啡。没事儿，我自带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舒医生，我看他最近比较辛苦，就给他泡了点菊花枸杞。哦，那这杯你喝吧。谢谢。薇姐，我在那边占了位置，咱们先过去吧。不了，我准备和丁丁坐那个位置。走吧。觉得认真看你的时候最帅。上次你说你想借什么书来着？哦，我去看看。走了。高医生，假期结束了。哦，我回来拿点资料。我给于佳丽做了检查，和她了解了情况。其实这次意外不能全都怪你。她的胸部之前在一个小作坊动过了，人家给她用的材料也不是什么好材料，在你给她手术之前就已经出问题了。她是在我手术台上出的事儿，怪我没有做足功课。不管怎么说，我都应该负责。高医生的责任心真是让人敬佩。等一下，有事吗？你对小璇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想问什么？如果你是认真的，我无话可说；但如果你只是玩玩，
作为他哥的好友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好友的妹妹受伤害。我是喜欢小雪，可是他现在可能还没有打算开始一段新的感情，那也挺好，做朋友。但至于你说的那个伤害，我可不及高医生你。说得对。要不咱们也走吧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嗯。怎么了？有心事啊？你知道舒医生喜欢你吗？你不傻，我不信你感受不到。可是，我心里已经有你了，再也感受不到其他人了。他对我来说只是朋友，而且早一点让他知道，对他而言也是好事情。我喜欢的人从来都是你，也只会是你。越来越会套路。走吧。等我一下，我还要再借一本书。那我出去等你。嗯。明明说好了一起来查资料，他竟然把郑丁丁也带来了。而且还全程都不理我，这是一起做研究的态度吗？依然，你究竟是因为宁伟景工作态度有问题，还是因为他不理你而生气？这点你我都清楚。不过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句，丁丁是他的女朋友，他为了照顾他女朋友的情绪而跟异性保持距离，这并没有什么错吧？所以，现在你也站在郑丁丁那边了，是吗？我不是说我站在哪一边，因为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他俩已经在一起了。想想以宁伟景为人，他绝不会丢下丁丁再去喜欢你的，这点你也能看清楚就好。我明白了，但我不会放弃，我会找时间跟他说清楚，以后我跟宁伟景的事情就不会再打扰你了。看什么呢？没事。走，咱们吃饭去。老板娘。哟，帅哥学霸呀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记得刚毕业那阵子啊，你可常来。你们好像一共是3个人，对吧？对。哎，都是帅哥美女，我记得可清楚了。哎，那个美女今天怎么没来啊？我以为啊，你们俩都应该结婚了吧？哎，太般配了。我是说错话了吗？这个是我女朋友，我们也快结婚了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原来是带未婚妻来了。哎呦，你瞧我这张笨嘴乱说话，姑娘别怪我啊，我讲话不过脑子。今天啊，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嗯，老样子。对。好。坐。他们家的鸭油烧饼啊，特别好吃。那时候我可以连着吃好几天。高人总拿这件事来笑我，说我看上老板娘了。那时候有舒医生在，你才没有什么心思看老板娘吧？我跟他的关系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是高人每次出来都要带着他。我一直以为高人会表白，结果你们没那么好，老板娘怎么会觉得你们现在都已经结婚了？我看今天应该吃饺子呀。为什么？你这边醋大。
你们俩感情可真好。来，先吃这些啊，我再给你们烧2个菜。今天啊，我请客。那怎么能行？你带着未婚妻不去别的店，就来我这儿，当然我得表示表示了。等着啊。好。吃吧，未婚妻。谁是你未婚妻？那个病人情况怎么样了？还要很久吗？不用。王明英的身体状况基本上稳定了，然后课题需要的材料也准备的差不多了。那以后还会很忙吗？还好吧。所以我接下来的时间除了工作都是你的。不许挑食，都得吃啊！来，快吃吧。时间不会等，谁也不管着谁，爱情从不照顾直到的后悔。我只想用尽一生繁华，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孤塔。何为前情人不知，愿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，还笑我的痴。所以前情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解释？爱得太奢侈。时间不会等，谁也不管着谁，爱情从不照顾直到的后悔。我只想用尽一生繁华，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。哎，高人，我都已经收拾好了，就是暂时没地儿放，能不能我先放你那儿？可以啊。你确定不来我家住吗？我不去了，我住酒店也挺好。好吧，那我回头直接把钥匙给你，你自己搬吧。谢了，兄弟。所以前情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解释？爱得太奢侈，怎么开始这一句简单的问候？怎么成为你心里唯一的温柔？我知道所有的情话，没谁能一辈子说到老。时间不会等，谁也不管着谁，爱情从不照顾。我明白了，但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会找时间跟他说清楚。以后我跟宁伟锦的事情就不会再打扰你了。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孤塔。何为前情人不知，愿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，还笑我的痴。所以前情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解释？高人，爱得太奢侈。我再最后问你一次，会不会喜欢我？时间不会等，谁也不管着谁。我知道，爱情从不照顾直到我以后不会再缠着你了。再见。我只想用尽一生繁华，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孤塔。何为前情人不知，愿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，还笑我的痴。
所以牵起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节制？何谓牵起人不知？愿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。哎，超人哥，哎，想喝什么？可乐吧。好，我去拿。所以牵起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，但是我如何节制？哎，哎呀，这突然闲下来，还真有点不太适应。去找朋友玩啊！高医生不是有很多朋友吗？我哪有什么朋友啊？我朋友就那么几个，你哥、依然，还有你。哎，你今天忙不忙？要不要看个电影啊？我晚上有约了。跟谁啊？跟向医生。我约谁跟你有关系吗？也对，是跟我没关系。怎么不去找舒依然啊？你不是就喜欢他吗？高人哥，可乐。啊，谢谢啊。